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聊一聊，为什么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呢？其实我在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很多年前去看一套书，名字叫《明朝那些事》，然后作者有写到王阳明这个人，王守仁、王阳明这个人。当时的我有一点一知半解，但是在之后很多年的这个岁月的流淌里面，也慢慢的找到了答案，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对于这个知行合一的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曾经以为知行合一它表达的是不要去做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了之后呢，一定要去实践。但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当一个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他的验证性太强，所以呢，行是形成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没有行动的话，知也就无从谈起。那么从我的6岁到22岁啊，我也是用了16年的时间去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个书本知识的学习。然后在我22岁本科毕业之后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无从下手，根本就毫无头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工作的场合，在学校的那些问题学生反而会非常的出彩。因为这样的人他有可能个性很鲜明，或者特别善于社交，或者很善于解决问题，对吧？而职场的发展，它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一个人他的社交能力和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些能力它并不等于上学期间的知识储备，也不完全等于学历的高低。这些实际的能力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或者说一个人他去应对突发事件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其实和拿到考试的高分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毕竟我是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长大的。我本人是处于2种学生的中间型，就首先我的这个行为上面是非常的好，老师很喜欢，但是我成绩是还可以的那种水平，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差。我在学校期间的话，学习成绩是属于上下浮动的，学得特别好的学科完全是取决于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也因为其实我很难用老师教的既定的方法去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揣摩其中的道理。然后呢，过了几年之后，我后来开始对心理学产生一个巨大的兴趣，开始去读很多的作品。一开始是从毕淑敏的作品开始的，毕淑敏是写了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小说，他也是有很多年心理学经验的一个医生，临床的一个医生。然后我读了很多的心理学的，无论是小说也好，非小说类也好，我才发现为什么我读了这么多书，我好像也没有变得开心。然后为什么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习之后，我的生活还是没有变好呢？然后当我遇见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生一样的反应，产生一样的情绪波动。于是在工作大概5年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呢，我突然决定要出国。当然，突然是别人对我的一个评价。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在做这个决定很久以前就开始去分析和研究了，所以我也是思考了很久才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的。我在出国之后发现，自己想象中的诗和远方其实完全不一样哎。人在哪里都是逃不过生活的，而我们最基本的任务其实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个任务其实在国内和在国外也没有变化，也是一样的。今年其实是我出国之后的第9年，对，在4月份就整整满9年了。我现在又觉得好像再次的卡住了。
我其实在大概7年左右就开始接近2年的一个分析瘫痪。分析瘫痪的词语叫paralysis analysis。这个分析瘫痪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过度在头脑中进行分析，导致了一个能量的耗尽，从而产生行动的困难。我一直处在知道现在的生活它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呢，我又弄不明白我想做出什么样的改变。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呢，其实我又发现我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以做。所以这个无限多的选择呢，反而让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中，一直到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即使我把全世界的书和文字都读完，即使我在脑海中把所有的可能性、人生的可能性都穷尽的去演算一遍，我的身体还是在原地。原来我其实一直是在不明白一件事情和深入的去研究一件事情之间反复的徘徊，但是我没有进行下一步，就是实践的那一步，所以导致我没有任何的反馈，我就只能停留在理论里面。而这边就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行，就是采取行动啊。因为其实人有很强的一个自证偏见，在心理学里面叫 confirmation bias。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有10个人去读同一本书，他们会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思，而每个人他会倾向于吸收和自己价值观一致的内容，他会觉得原来我想的对，原来我一直以为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个作者跟我觉得的想法是差不多的。那么长期这样待在自己的头脑的思考里面呢，其实是会有走偏的风险的。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完全可以构建出一个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想象出很多的场景，但是通过付诸行动，就是说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那个时候，各种理想化的场景都会消失，一个人也会通过快速的试错来去调整方向。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有 A、B、C、D 4个选项，当我真正做了之后，我会发现我可能不喜欢 A 这个选项，我可能觉得 B 这个选项它对我来说做完之后我感觉太累，或者说 C 的选项虽然很好，但是跟我的价值观不是很贴合，所以做完之后还是会觉得精疲力尽，或者总有那种不对齐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些多余的这些不合适的选项在行动的筛选里就会快速的排除。其实我在很久以来呢，我一直以为人生它的改变是在一个瞬间发生的。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看过一段话，印象很深刻，讲的是生命中看起来普通的一天，在日记本上显示出来的也是沉闷和平凡，但是在这一天呢，一个人他可能做出了某个非常重大的抉择，比如说选择结婚，选择出国留学，选择去换工作。那么这些重大的抉择在当下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在你最后回头去看自己人生的时候，才明白原来那不是普通的一天，是影响非常重大的人生中的一个瞬间。所以呢，我在做了出国这个决定之后呢，我的生活它确实变得不一样了。但是呢，这样不同的生活是通过我一天一天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过出来的，而那个瞬间的那个决定，虽然改变了我人生的这个航向，但其实并没有决定我生活的质量，对吧？就像是我的这个出国决定，在不了解我的生活的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出国之后日复一日的为了这个决定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和适应，和我做的每一件小事，从而慢慢的在这个异国他乡建立起自己生活的节奏所做出的各种小小的努力呢，才是真正带来我人生改变的事情。所谓的宏大的叙事，其实是由一件一件的小事搭建起来的。
这么说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在点点滴滴里面慢慢形成的。就像我们煮饭的时候，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生抽、料酒、不同的香料，蒜泥用热油浇过。像这些单独挑出来，吃起来味道都很单一的调料，放在一起才成为了一道美味。菜的味道有可能和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但是烧菜的人这才明白，下次如果我还是这么烧，还是说我要调整自己烧菜的方式。就像真实生活里的反馈，有时候给我们重重一击，就像你经过努力烧菜1个小时，结果烧出来的菜一点都不好吃，但是你才明白，哦，原来事情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原来烧菜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这种醒悟有时候它并不舒服，甚至也不愉快，但是呢，它会在某一个瞬间停止我们对生活的幻想，让我们更加的靠近和接近真实。于是呢，现在的我终于决定再一次的去挑战自己。因为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好像看不见我真正喜欢的一些选项，后退没有路径，前进又充满未知，所以我终于决定先做了再说。这个其实让我有想到我儿时，就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的2句话。第一句是我是为了你好，第二句是你听我的，可以少走弯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相似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家长经常会跟我们讲这样的话。就是我发现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有人替我提前做好了决定，当我一旦习惯了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忘记原来我自己手上是有这个决定权，而且我需要把它抓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好和不好，和所谓的这个弯路又是谁来定义的呢？其实作为我们的父母，他不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后果的直接承担人，对吧？所以他们又怎么样替我们决定要去走哪一条路呢？而他们又怎么知道从 A 到 B 的这条路，它看起来是一条弯路，但又不是必经之路呢？就是很多的路你会觉得啊，我现在绕过去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后还是会绕回来。又包括了我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其实也是大人在替孩子做决定，而很多的情况下，大人是通过在自己头脑中的想象来去替孩子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我觉得问题是大人他本身的角度和理由，其实不一定是从孩子的角度和理由出发的，而去做这个选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对吧？即使它本意是好的，但是不代表落点是好的。甚至有的时候，家长甚至取消了去跟孩子商量一下，让孩子知道这个情况的权利。但是其实小孩子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没有被告知他有可能有哪些选项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就直接跟他们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种不公平在里面，或者说是一种对自主权的不尊重呢？即使对方只是一个孩子。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不想去过一个人的人生，就不要去听那个人的建议。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啊，如果这个人他过的生活不是你想要过的生活，那么你就不要去听这个人的建议，也不要太相信他讲的话，因为你再怎么听，这个人也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反过来说的话呢，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一种理想生活的样子，那么你应该去接近那些真正活出这种生活状态的人，去学习他们，去听取他们的建议，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或者说你可以更加接近那一种状态。而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行合一，因为人们最终呢，只会活成自己真正实践出来的样子。其实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我曾经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
理论的王者，我是那种对于很多事情都可以滔滔不绝的一个人。我会读很多书，去看很多理论，在脑海中反复的去思考和穷尽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啊，无论我想多少东西，知道多少东西，它都没有真正的把我带去一个新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善我的生活。我只有真正的迈开步子去走，我才能有可能走到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想100件事情呢，都不如去做1件事情来的重要。所以现在每当就是陷在自己头脑里面，我很焦虑、很烦躁，或者整个人安静不下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做事情。我会先站起来，比如说走几步，或者看看家里面，有什么可以收拾的东西，有垃圾没有扔的，或者有一些纸头我丢在地上的，我就把它捡起来，喝一口水，喝一口茶，或者去浇一下我的花。那么我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的心情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就人就不会陷在头脑里面。因为当人迷失在自己的这个思绪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焦虑和烦躁。所以后来呢，我就慢慢的有意识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不要让我的大脑过度思考、过度反应，或者一直去反复的模拟、想象一个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我会去做一些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当我脑力劳动很多、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去健身房举铁。因为举铁本身就是把重量举起来，而且它其实是对身体还挺挑战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你的注意力完全在把这个动作做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过度思考很多的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对吧？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每次我练完，我都会发现我身上的那种很重的负担感反而轻了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健身的原因。我最近还重新重温了一本书，叫《Hell Yes or No》。它的作者其实提到过类似的一个观点。他说，当他没有动力去做事的时候呢，他就去做最基本的刷牙、洗脸、买菜、做饭，或者说拖了很久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大扫除啊，或者整理衣柜。因为他，去一开始拖延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他正常情况下的创造力是爆棚的。他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有更好的去处，而不是去做这些对他来说很无聊的一些活动。但是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动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他还不如就把这些任务给做了。而做这些任务的情况可以让他身体先动起来，当他身体一动起来之后呢，他的这个动力和灵感又会被唤醒，他又可以真正的去做那些他觉得很有生产力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知行合一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做事情要明白自己的发心，就是自己的初心和自己的意图是什么。同样是刚才那本书《Hell Yes or No》的作者呢，他曾经因为工作的变动，从一个地方，去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中间长达15年没有回到原来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这个一个家乡。但是在他回去之后，就15年之后，他又回去探访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发现啊，15年前喜欢抱怨的人，在15年之后呢，还是在抱怨。很有领导力的人，他真的变成了领导人，而严格自律的人呢，都变成了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人士。而15年前非常情绪化的人，也把自己的能量和情绪慢慢的消耗殆尽了。所以一个人未来的生活呢，其实藏在他平常的状态里。而一个人状态的形成，其实是一个人他每一个小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啊，很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但是爱抱怨的人，他就会开始去责备别人。情绪化的人可能会突然开始哭，或者突然开始生气，这样情绪失控。而自律的人会觉得没关系，我再努力努力。领导力的人可能会聚集一大帮人，然后集思广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
所有的这些小小的选择，一天一天一天的选择，汇集在一起之后呢，它会慢慢形成一个人的人格。所以当你一旦对这些事情养成了一个习惯之后，你就逐渐决定了你是谁。所以你是谁是由一个个小小的行动和选择来决定的。而当你一次次去做一个重复相同的选择，你也就形成了一个你。然后这个你，他也可以预测之后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其实呢，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在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们就可以决定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然后相应的在相似的一些情况里面做出一些选择。所以呢，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可爱的观众们啊，可以每天去尝试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它可能是你以前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一直想尝试、想走出舒适圈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你可以很小，比如说我去买咖啡，然后我一直就在想，我可不可以去要一个折扣。这个折扣在那个《Million Dollar Weekend》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说你有时候会提出一些比较看似荒谬的一些要求，然后呢很有可能别人会答应，而别人就算没有答应呢，他天生是个荒谬的要求，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吧？然后你去尝试这些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去想一想，体会一下这些事情它到底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之间呢，慢慢的摸索自己究竟想要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和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的价值。而那一瞬间，通过我们行动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你的和我的生活，才终于不是我们的想象。当然，我也真心实意的希望啊，每个人他们最后过上的生活呢，都和自己脑海里构想的是一样的。但是具体怎么做，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们想不明白的人生呢，大概是可以活明白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